Hello，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lash 这个小猫咪的一个下载、安装以及汉化的，包括导入节点的一个使用方法。那最后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免费节点，永久免费节点获取的一个方法。OK， 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OK， 在这边我们搜索这个 GitHub 的官网。OK， 进入它的官网以后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搜索因为我们是今天用这个 Windows 11的系统给大家来演示，所以说我们直接搜索这个 Clash for Windows。OK， 回车以后的话呢，我们就点击一个链接，点击进去。OK，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它最新版本，我们点击一下。OK， 来到它的下载页面。那到今天为止的话，最新版本是 V0.20.12 的一个版本。OK， 我们到下面下载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大家看到这边有各个系统的一个下载链接。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来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是 Unix、Mac、Windows， 这个也是 Mac 的 DM7 的这一些包括这个64位系统、32位系统的大家看清自己的系统来下载就可以了。那我是 Win11 系统的话呢，我就选这样一个64位版本的 Win11 的这样一个来下载。OK， 我们点击一下，点开始下载。这个文件的话是69兆稍等片刻。OK， 下载完成，我们打开文件夹，那就是这一个了。我们双击给它解压一下。OK， 解压完以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OK， 就是这样一个文件我们双击安装一下。OK， 这个防火墙阻止什么？我们允许访问。好的，速度很快，安装成功这个是 Clash for Windows， 但是说这整个界面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英文的它是一个英文的。那么我们下面呢，给它做一个汉化，我们先给它关掉，给它先退出来OK， 退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再到这样一个 GitHub 的官网再来搜索一个 Clash 的汉化，直接搜 Clash 汉化。OK， 回车。回车以后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点这个链接进去。OK，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Clash for Windows 这个版本的汉化，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版本，点击一下。OK， 这个是必须要对应你刚才下载的版本刚才我们下载就是这个版本 V0.20.12所以说这个每一个汉化补丁要跟你的这个下载的这个版本要吻合才可以的OK， 我们朝下拉，我们看看这样一个用法这样一个用法，它是下载这个文件，或者说这个文件都可以解压缩以后呢，得到这个文件。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替换的方法通过这个路径替换的方法来把这个文件给它替换掉，它就变成这个汉语的了。OK， 那我们下载的时候呢，我们就点这样一个 app 点 7z， 点这个来下载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一下来开始下载。OK， 很快刷一下就下来了。我们打开文件夹。OK， 这一个我们也给它双击一下。给它解压一下。OK， 解压完了以后就是这样一个文件我们要给它做替换。替换的路径呢，就是这样一个路径这样一个路径。那这个路径不太好找，怎么办呢？OK，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
这个下载安装的这一个文件夹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把它打开以后呢，找到这样一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对不对？就是这个文件夹。OK，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OK， 打开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这个文件啊 ，app 点这个什么东西的啊，大家看到就是这样一个文件，要把这个文件替换掉。OK， 那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它拷贝一下啊，这个文件给它拷贝一下。拷贝一下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粘贴。粘贴以后的话，因为两个文件名是相同的啊，它说替换目标文件，那我们点一下替换。OK， 现在替换成功啊，就是这样一个文件替换成功。OK， 那我们返回来啊，返回来我们再重新再打开一次，它应该就是汉化成功了，应该变成这个中文简体的了。OK， 大家看到啊，汉化成功。那现在变成一个中文的了啊，刚才全部是英文的，对不对？那么来到这样一个主界面以后的话呢，这个常规这一边啊有很多的设置啊，有很多的设置。那等一下我们讲它怎么用啊。我们首先讲一下它一些的功能。常规的话，这边有端口允许局域网连接，这个 IPv6 什么东西的，包括这个适配器啊，然后还有系统代理啊、开机启动等等。代理这一边的话呢，就是这样一个全局代理规则、直连、脚本，它分别的功能是不同的啊。我们正常用的就是这样一个规则的这里面。那目前来讲没有导入这样一个代理节点，所以说里面是空的啊，里面是空的。此配置文件无代理分组啊，是空的。OK， 这个点配置的话呢，这个地方啊，它这里是安装以后，这里自动的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里面是空的。那我们等一下要从这里导入文件，然后下载啊。这边日志的话，它就是每天就是你是怎么用的这个一个日志的时间记录啊。那这个连接的话呢，就是你连接的状态，你节点连接了以后呢，有没有连接上，然后连接多长时间什么东西的，在这边啊。这里是一个设置，设置的话呢，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功能什么的啊。等一下我们导入节点之后呢，再来看。这边一个关于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版本呢，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不管它啊，我们就不管它。OK， 我们首先进行一个节点的导入啊。那节点在哪里导入呢 ？OK， 我们打开浏览器，点击右上角的3个点，然后进入无痕模式。无痕模式以后呢，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网址。OK， 进入这样一个网址啊。这个网址我也会分享给大家。这个网址呢是有一个免费的节点给大家用啊。OK， 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点进来以后呢，这边有一个给你一个 ID 号，然后给你10G 的一个流量。那么10G 的流量用完以后呢，你再进入无痕模式啊，还是这个链接进来，它又会给你一个10G 的流量。所以说循环的这样弄的话，你可以天天买免费白嫖啊，永续的一个使用。OK， 我们点一下这个链接。OK， 点完以后，我们回到这个 Clash， 我们回到 Clash。OK， 我们点这个配置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刚才的这个网址给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点下载。现在正在下载中。OK， 下载完成了。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节点。这样一个节点，它是有10GB， 我们可以点这里更新一下 ，OK， 然后这个节点导入以后，这里我们点允许，节点导入以后呢，我们点代理这个地方来，那大家看到这里已经导入了这个好多的一个节点啊，大家看到这里有不少节点啊，有很多的节点。那这个节点来讲的话啊，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测试一下它的速度啊，测试一下它的那个延时啊，测试一下延时。OK， 那有几个超时的应该是不能用的啊，目前还没测试到的。那这一边是它延时的一个多少毫秒一个延时的一个时间啊。OK， 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这个常规这个地方做一个设置啊，做一个设置。那么这个端口目前是7890啊，是这一个软件它
的一个端口啊。OK， 这个允许局域网连接的话呢，这个地方它作用是什么呢？之前我在前面几期的那个节目里面也有说到啊，包括这个 VTrain， 包括这个小火箭，它都有这样一个局域网的分享。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这个 Clash 这个VPN 的链接可以分享给你的其他电脑和其他的家里面的手机啊，当然是要从处于一个路由器里面的设备就可以。那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把它打开啊，你就是把它打开。打开以后的话啊，等一下链接以后呢，它会有一个 IP 地址，那加上这样一个端口，你就可以设置你的其他的这一个设备，通过这一个 Clash 来上网啊，来进行一个科学上网。OK， 那这一边这个 IPv6 什么这个暂时不用啊，不用打开。那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打开的啊，这里一个系统代理。系统代理必须要打开的，你不打开的话，你就算连上了也没办法啊，也没办法用的。那其他的东西呢，你可以打开，那可以不打开啊，没有关系的。OK， 我们现在尝试连接一下啊，打比方我们就连这一个啊，我们就连这一个我们看看连接这个地方这里已经建立链接了啊，已经建立链接了。OK，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啊。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我们打开浏览器测试一下。OK， 我们打开浏览器，我们打开 YouTube。OK， 打开 YouTube 的话，我们随便找一个视频测试一下啊。这是一个8K 超高清的一个视频。这里有一个广告啊，我们跳过。OK， 现在开始播放。开始播放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视频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地方是自动的，已经是4开的了啊。我们先看一下4开的，它的一个速度是多少 ？OK，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OK， 现在的速度是8万多、7万多、7万5，每秒7万5。那现在是7万7。OK， 我们快进一下。这个速度非常快啊，速度非常快，速度非常快。现在去到8万5了，已经非常快了，非常的快了。这个免费节点来讲的话呢，算是非常 OK 了。OK， 4K 的话是非常非常流畅的啊。目前是5万1的一个速度。OK，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其他的一个节点啊。我们再测试一个其他的节点看看啊。打比方这样一个节点啊，我们试一下。OK， 它的使用非常简单啊，你用哪一个，你点哪一个，它就直接连上去了。OK， 我们这个快进一下看看啊。OK， 快进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压力。现在速度是去到4万6，表示说我这个免费的节点非常的 nice， 非常的给力啊，非常的给力。OK， 我们关掉浏览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设置跟配置啊。我们到设置这个地方来啊。这个地方的安全基本上我们不管，默认就可以了啊，默认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常规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默认就可以了啊。这个主题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自己调啊。这个是明亮的，还是说暗黑的，还是说这个国庆中秋啊很喜庆的，还是说这一个紫色的什么东西的啊？大家可以自己调，默认就是明亮的。OK， 那这个字体来讲的话呢，自己都可以自己去设置啊。这个系统代理混合配置。然后这个代理包括这个连接什么东西的，其实正常我们使用的话呢，就是一个默认的状态啊，就是一个默认的状态，可以不用管它啊。在常规当中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这个 UWP 应用网络回环的一个启动助手啊。它是以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你这个是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这个应用啊，安装的一些应用，那你这些应用哪一些需要通过这个代理去科学上网，你就在这前面给它打勾啊。打比方这个EDG1，你给它打个勾
那么这个 EDGE 的话呢，它就可以通过你这个来上网。OK， 视频到这里的话呢，基本上介绍完了啊。今天主要介绍了这个 Clash 是怎么下载的啊，然后是怎么汉化的，怎么导入节点的，然后最主要的是怎么样的免费获取那个节点长久的白嫖啊。OK，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请帮我点赞关注啊，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